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岩石系是一个非常善于进攻的属性，但防守方面就相对比较薄弱了。它的招式贯穿性很强，但是热点也很多，所以大多数岩石系技能适合补盲，而非作为本系。动画中小智只收服了2只岩石系宝可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石丸子地蔓延。在 BW34 集还是石丸子的他初次登场，当时他出现在前往雷吻市的小智一行人面前，并且看上去很躁动。小智没有理解他的意思，以为是想要对战，于是派出暖暖猪和水水塔。谁知道这石丸子还有2下子，水水塔和暖暖猪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小智为了给受伤的2只宝可梦治疗，急忙前往宝可梦中心。在宝可梦中心得知停水的消息，小智一行人前去水源的地方查看，在那里发现火箭队在大肆抓捕石丸子。小智此时也知道了，原来之前的石丸子是想找他去拯救他的伙伴。在最后小智和石丸子的合作下，火箭队被打跑，石丸子也决定跟随小智。在 BW61 集，他在与地面系道馆关注菊老大对战中进化成了地蔓延，打败了菊老大的龙头地鼠，让小智拿下徽章，这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。其他时候地蔓延就显得比较平庸。在与利勇道馆馆主霍米加对战，他被瓦斯蛋打败。在合众联盟和虎彻对战的时候，他也被3头龙直接秒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地蔓延想要进化，只要通讯交换就行，可是小智却迟迟不这么做，一换过去换回来就能白给一个3段宝可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眼狗狗增颜狼人。在日月第2集，眼狗狗就登场了。他当时居住在库库伊博士家，性格热情的他很快和小智混熟了。在日月15集，他跑去和野生宝可梦对战，但是被一只鸭嘴火龙击败。小智次日看到受伤的他很是心疼，后来得知他晚上做的事情之后，决定帮助他特训很成功，他学会了落石绝招，于是晚上再次挑战鸭嘴火龙的时候就打赢了他。这件事情后，眼狗狗对小智的心生好感，于是自然而然就加入了小智的队伍。他非常向往进化型增颜狼人，但是不局限任何姿态，无论是栗子的白昼狼人还是格拉吉欧的黑夜狼人。在日月37集，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，攻击了木木香，但其实这是他要进化的征兆。不过他自己不知道，在独自练习的时候遇到了卡普叠叠。任性的卡普叠叠与其对战，将其重创。在次日小智找到他的时候，正是黄昏的时刻，这时候眼狗狗接受到卡普叠叠的能量，成功进化，但是因为时间节点的特殊性，导致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姿态，进化成了黄昏形态的增颜狼人。进化后，他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有非常严重的洁癖，当自己的鬃毛遇到脏东西，他会暴走，甚至他在与格拉吉欧银半战兽的对战过程中，因为脏东西而发狂，导致对战被迫停止。这个缺点直到第2次挑战莫丹的时候才解决了。他抱着不能输的信念，在鬃毛弄脏后克制住了自己，没有发狂，并且成功打败了莫丹，拿到了增颜狼人专属 Z。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。在日月联盟决赛上，增颜狼人作为压轴和格拉吉欧的黑夜形态增颜狼人对战。虽然格拉吉欧的黑夜狼人连续对其展开强力攻击，但是小智的增颜狼人凭借着惊人的耐力撑了下来，并且做出了游戏中完全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面对双倍凤环，打出双倍凤环，直接把格拉吉欧的黑夜狼人打倒，让小智成功拿到了阿罗拉冠军。就凭这点，增颜狼人就足以捧上神坛。在与库库伊博士全员对战中，增颜狼人也有出场，他使用岩石系技能击伤了之焰咆哮虎，但之后被勇士鹰击败。最后在日月结束的时候，他被小智留在阿罗拉的库库伊博士研究所，
也许从小生长的地方阿罗拉才是它最佳归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智的仅有2只岩石系宝可梦啦，我是惠子，求关注求关注。